迎来到少主比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再来玩《炫卡斗士2》的这一款极速幻影，这个也是等了好长时间了。我印象中好像全网都有了，这个现货才刚刚的出啊，昨天晚上才拿到。整体来说一下吧，这款的变形设计，整个的造型还是非常酷的。这一款可以说是炫卡斗士2的玩具系列最后一个了，也是现在3在韩版玩具这边已经都上市了，这个太慢了。不过也属于好饭不怕晚。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车型，4轮变形完成接地以后，推车非常的丝滑。而且整体的一个 F1 这种方程式赛车的款式啊，样子做的非常的帅。这里边的眼睛造型，这一块整个的驾驶舱是一个透明的零件，红蓝白的搭配，而且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幻影的代餐。车型压的也是非常的扁的，很好看。做工、用料、质感都是不错的，很厚实，拿起来你别看它没有什么合金零件，其实还是沉甸甸的。轮毂这些地方都有上涂装。那我们也是来把它变形一下吧。这款的变形设计还是非常有趣的。首先尾翼的两侧是它的武器，我们拔下来对折一下，两个小匕首。先从车头这里开始，根部这里折一下。把前轮90度立起来，前方这一块里边有定位的弹簧卡点，把它翻起来，下方这里再翻起一个连接的咬合扣子，顺着这里边左右拨开和大腿上连接的这一块驾驶舱的锁定点，双段关节稍微让一下，折过来，然后整体的背包就可以跟这里结合了。锁上，非常的稳定。转到这一面来，袖口这个地方有2个插孔，把它拨起来，90度立好。脚中间这里有一个插孔的位置，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胯部整个的折下来。需要注意一下的是，这块的胯部关节方向别转错了，明正。所有都是这种叮当作响的齿轮关节，这里太爽了这个。然后腿扭直，后轮这里折叠一个90度，把它摊平，脚尖、脚后跟跟这里拉过来。另一条腿同样打开这里边的关节，整个掰下来，脚尖放过好，胳膊顺中间这里的插扣拆开。90度转平，胸口这一块的造型打开，胳膊放下来，全部都是齿轮，拉长，好，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这款极速幻影的人形我们就搞定了。可以看到身材的比例是非常漂亮的，纤瘦的身材，大长腿的造型。当然，在动画片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速度快的角色，甚至还有隐身的功能，也是给主角团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是这款人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形的需要啊，它这块腰部是完全锁死的可动，前后左右都不能活动，摆造型起来就会显得有一些死板，特别的怪。不过其他的方面，所有的关节都做得非常不错了。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来回旋转的幅度，面雕做的也是很好看的，细节的刻画，眼罩里边也有眼睛的涂装，胸口这里做成了那种赛车旗的条纹，腰身的这种曲线比例，肩膀这里其实是一个8棱轴。活动的范围没有问题，但是定位的就是锁的这个齿间距有点太大了。平举的话，3段齿轮齿间距也很大，差不多能折到80度左右。胳膊左右旋转，这个地方也是8棱轴，有定位点。胳膊肘曲臂90度没有问题。手腕这里并不能活动，不过胯部还是非常爽的啊！前后的齿轮关节活动范围很广泛。侧台变形的需要可以举到很高，而且齿轮非常的清脆。大腿根部这里的左右旋转竟然也是齿轮关节。膝盖2段齿轮关节可以把腿跟这样团起来。
脚踝左右接地是设计在后边的这个球形关节上边。除了没有腰部可动的话，剩下的地方活动的范围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没有任何的头胶空洞，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了起来，再加上齿轮关节定位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100来块钱的玩具能做成这个素质，其实炫卡斗士的这些玩具在这些儿童系列里边已经算是贵的，迷你特工队会更便宜一些，这个也是代理定价的问题。不过你跟变形金刚比起来，这个就是不是太爽了，这玩意儿错，最后掏出他的炫卡升级，哎呀，第2季了，终于最后一款角色回归了，是卡。终于薄一点了，第2季就突出一个旋砖斗士啊，每一个好像都很大的样子。左右打开，它的炫卡升级其实就是一双旱轱辘鞋，拉长前一段轮子，透明的轮胎，还挺漂亮的。翻起里边连接的插桩，就可以顺着脚心这地方前后也还都有锁扣，结合上去。插的还是挺稳定的，而且这2款的变形设计还都是非常出彩的，很有想法的一些结构转换以及零件的收纳位置，同时他们还能把武器收纳在身体上边。那么好，以上便是炫卡斗士第2季的所有玩具角色了，是陆陆续续的把它们都集齐，全套摆在一起看的效果还是相当华丽的，很有成就感，也是非常感慨。上一次这么想让我集齐全套玩具的，还是当年的领袖之证，是我玩到了出版的阿尔西之后，让我有了那种冲动的想法。但是很可惜，领袖之证后续还是给你做烂尾了。我是一个从80年代末就开始喜欢变形金刚的玩家，直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我看着海之宝如何一步步走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其中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冲动。到了现在，更多的可能只剩下一声叹息了吧。可是如今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 IP， 一个新的设计团队，一代更年轻的设计师打造了一套更年轻化的动画片，里边塑造出来的这些更年轻态的角色，是那些老的资本主义还在你玩具看不到的地方投成本，在用料的密度上边投成本，是连一个齿轮关节都做不好的代工厂，连玩具最后变形完密合都成困难的公差问题。这些 old money 们抱着自己老炮的想法，还总想着用自己的 IP 统一全世界。大人，时代变了，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或者觉得不屑一顾的角落里，一些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这就是炫卡斗士系列带给我的感觉。炫卡斗士第1部系列的玩具，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可能自己也提不起太大的兴趣。确实，那些玩具设计的比较低幼，但是到了炫卡斗士 S 这整个的一个系列，我从玩到的第1款绚蓝雷霆王一直到后续全部追了回来，可以看到每一个玩具身上都有不同程度自己独到的想法。不管说展高代理如何不做人，如何把定价提升的一档又一档，但是最起码它能带给我对得起这个售价的产品。玩具玩的是什么？是玩，不是说摆在那里让你看。最起码它的用料材质你得经得起折腾。虽然这里边也有做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霹雳火影做这么大个儿，银翼骑士又变得这么小，重轨巨神肩膀齿轮我听说也有很多朋友们开盒就断，但最起码大部分是好的。这其中极少的个例可能是设计根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代工品质的问题，它只是个例。可能经历过海之宝这么多年的打磨，这些东西在我眼里早已司空见惯，甚至觉得无伤大雅。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是纵观整部炫卡斗士 S， 它所出产的这些玩具总体的素质，我觉得都能给到在我这里的85分以上。不怕大家笑话，最早这一套是仗着孩子的名义去买的，而最后我自己又变成了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可想而知，这个系列真正的做到了老少皆宜，所以个人来说真的是相当喜欢，也是非常推荐的一条产品线。如果你是玩变形金刚的，
你玩这条线的话，那你偷着乐去吧。第一个，相对于变形金刚来说，价格还是很实惠的，用料材质也很好，齿轮关节能满足你一切对于叮当作响的需求，再加上变形其实也并不落伍，造型也非常的好看。无非一个是你童年认知的 IP， 另一个是冉冉升起的新星。有一些新鲜事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敞开眼光去接纳它，而不是说像他的娘家人一样，那些腐朽的老嘚儿们，在如今这个信息化转瞬即逝的时代，还抱着他们的软盘，用着传真机去做一些公司里边的事情。不是说老的东西不好，守旧的东西不好，关键是能不能把好的东西，把优良的传统继承下来，把老一辈设计师对于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考虑到那么的面面俱到的东西，或者说创新的东西做出来，把那些老旧企业里边的阶级层次、前辈文化咱们放一放，看一看如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产品现在怎么做玩具，而不是说仗着自己 IP 在手，不断的去吃前辈设计师的老本，用老一辈设计师的设计做一做改良就当新产品来出，甚至放大缩小了之后加了额外的东西，回头一看甚至都不如老一辈设计师做出来的产品。那你现在这一代的设计师如何让这个发展了40多年的老 IP 再继续延续下去呢？翻回来还是那句话，我依旧喜欢变形金刚，我怕这个 IP 死了。奈何这一代的变形金刚，从设计师到后边的制作工厂，再到后边的品牌包装宣传，甚至最后的贩售，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利益链条在不断的压榨它的成本，卖出一个更高昂的售价，仗着自家仅存的版权和无数伟人的支持版权的言论，来维护一个苟延残喘的 IP。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一个固化的产品的时候，眼界放开，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IP， 你会发现原来世界是如此的美好。别再纠结自己童年的那点怨念，无非是你跟自己的小时候能不能达成妥协，打开眼界，玩点好东西吧。那么大家觉得整套的炫卡都是 S 这个系列做的如何呢？第3季后续的玩具现在已经预告了，等国代版出来的时候，我也会都一个一个的把它追下来的。这条线我会一直都追下去，只要它做得好，我还是会一个不落的收藏，因为我喜欢它，喜欢它的设计，喜欢它的造型，甚至我看这个动画片还看得津津有味。最关键的，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它的诚意吧。那么得嘞，炫卡斗士 S 系列完结，撒花。